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拿岩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。万众期待的华为 Mate 50测评，我们抓紧来看。过去2年间，美方开始全面制裁华为。那很多人都认为华为的当家旗舰 Mate 系列呢将会难产。那时隔2年之后啊，华为的 Mate 50系列终于还是和我们见面了。这其中应该是经历了很多的故事。其实呢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华为手机的产品线由于限制放缓了原来1年2代旗舰的策略。而外界广泛传言的 Mate 50的发布时间呢，也是一直在向后延，一直延到了今年的9月份。而最终挑选的那个日子也是让人相当的惊讶，就选在了和苹果 iPhone 14相隔1天的时间。这也被很多媒体去解读为要硬刚一下。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款我们期待的已久的，但是有点姗姗来迟的，号称搭载了最新捅破天华为黑科技的 Mate 50 Pro， 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？在外观方面，华为 Mate 50 Pro 带来了5种颜色，2种背板材质，都是各有特色啊。还有呢，华为的 Mate 50 RS 保时捷设计版，这个外观更是辨识度拉满。现在为你展示的是昆仑破晓，黑金配色，商务气息非常的浓厚。相比较于之前的 Mate 40系列来说，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摄像头部分依旧是 Mate 系列经典的对称星环设计，但是取消了之前好评的同心圆，而是改成了完全的圆形，4个摄像模组开孔，搭配3枚镜头以及传感器。那视觉上呢，呈现出了4摄的观感。与前代一体化的镜头模组不同这一次的 Mate 50 Pro 的4枚镜头呢，都是单独突出。实测 Mate 50 Pro 的机身厚度呢是 8.84 毫米，镜头凸起 2.79 毫米。边框部分和上代是略有不同，顶部呢不再有双扬声器的开孔，而是改为了听筒处的发声。材质呢依旧是亮面处理，底部呢也是稍有变化。听筒的位置移到了 C 口的左侧，和 SIM 卡槽中间用一条天线条带来相隔，防止差错。这是一个设计上的小心思。背板部分这台昆仑玻璃板配色呢，使用的是素皮材质，纹理细密，金属边框加上素皮材质，摸起来还是很舒适的。手感方面 ，Mate 50 Pro 的重心依然是居中，并不会有头重脚轻的坠手感。重量实测209.4克，那对比其他的旗舰机型还是有一定优势。不过在握持的时候，由于屏幕曲度的缩小，和之前的 Mate 40相比呢，似乎有一点点割裂感。但是整体的话，和其他的曲面屏机型相差不大。另外，不同的背板材质手感触感也有不同，建议大家有条件到线下实际摸一摸不同的材质和触感。来看正面的屏幕，本次 Mate 50 Pro 回归了刘海屏设计，可以更好的顺应鸿蒙系统左拉消息通知、右拉控制中心的交互逻辑。刘海中间呢是扬声器，左侧是前置摄像头，右侧呢是 3D ToF 的深感摄像头。屏幕参数部分 ，Mate 50 Pro 采用了一块6.74英寸的曲面屏，最高2616乘以1212的分辨率，搭配最高120赫兹的刷新率，还有144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，常规使用是完全够用。在像素排列方面，通过显微镜你可以看到，我们手中的这一台呢为钻石类型的排列，和以前引起争议讨论的明星排列不同那这一次是要给好评。此外呢，由于屏幕曲率的减小，在实际上也没有看出前代曲率过大而带来的一部分绿边的现象，观感呢更加统一。那实测垂直屏占比为 90.79%， 虽然是刘海屏机型，但是呢和常规的旗舰机型相比屏占比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差距，这也是得益于双曲面两侧边框的收窄。亮度方面，我们更新了以往的测试数据，特别是对于手头长时间使用的机型，也都重新进行了测试。那这一次 Mate 50 Pro 的手动最高亮度589，自动激发亮度最高来到1001尼特，这表现都是不错的。在实际的音画表现方面，简单看一看。这里先不公布答案视觉上你觉得哪一个表现更好呢？可以打在弹幕上。
屏幕部分呢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，除了本身表现不错的屏幕显示效果，那此次最大的升级其实是在屏幕的外面的材质上面，也就是昆仑玻璃。官方宣称啊，相比较于普通的玻璃呢，搭载昆仑玻璃的华为 Mate 50啊，那2个特殊的型号，它们整机的抗跌落能力呢会提升至10倍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后续可以找人来测试一下啊。当然啊，需要注意的是啊，整个系列当中呢，只有华为 Mate 50 Pro 系列的2款素皮版本以及 RS 保时捷设计版本使用的是昆仑玻璃，其他的机型和配色呢，目前啊还没有采用昆仑玻璃。而在价格方面呢，搭载了全新昆仑玻璃的素皮机型，相比较于普通的版本呢，要贵200元钱。那要问大家一下了啊，只更换玻璃的情况下，你会选择昆仑玻璃还是会选择普通的玻璃呢？影像方面，本次华为 Mate 50 Pro 推出了全新的自研 Ximage 影像系统。那硬件方面呢，后置3摄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主摄，支持从 f1.4 到 f4.0 的可变光圈，注意是物理可变光圈。还有 OIS 的光学防抖，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呢是 f2.2 的光圈，以及6400万像素的潜望镜式长焦镜头 f3.5 光圈，同样是支持 OIS 光学防抖。这一套硬件参数啊，可以说从焦段的覆盖到可变的光圈，都是业界的顶尖水准了。接下来就要看一看样张。首先是广角样张，我们对比了前代的 Mate 40 Pro， 画面细节呢是有明显提升的，颜色呢更加亮丽，地板的锐化处理以及光泽度呢是不如三星和苹果，但是呢整体的颜色处理的还不错，氛围同样拉满。白天1倍的主摄样张，这里先不公布答案啊，1、2、3、4，你觉得谁更好一点呢？第一组华为 Mate 50 Pro， 白平衡控制的要稍弱一点，有一点点轻微偏色的倾向，画面的清晰度和细节方面和其他机型相比相差不大。在复杂场景下呢，第一眼的观感，华为和苹果的颜色调教更为真实，华为的亮度更高，放大至草丛的部分啊，华为的暗部细节呢明显要更多一点。视线呢来到长焦的样张，华为的清晰度这是首屈一指的啊，手动放大至相同取景范围，华为的表现同样是不错的，没有出现像其他机型那样对比度过高的问题。切换到另外一组黄昏场景的长焦样张当中，华为的画面更亮，暗部的草丛细节丰富，但是呢天空部分的云彩的细节呢就略显一般了。镜头拉至10倍的超长焦，在这组样张里面啊，华为第一眼的观感啊没有三星那么自然，但是呢整体画面解析力还是不错的。切换到另外的场景里面，这部分的解析力就明显不足了，但是呢也要好于苹果。再看100倍的超长焦样张，华为的实际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啊。不过在细节方面呢，比如招牌部分的褶皱就不如隔壁对手了。再来看一组逆光的样张，4台机器啊均开启了自动 HDR， 除了苹果，3台机器呢均识别到了大光比的场景，华为的色彩饱和度和宽容度都处理得不错，整个画面看起来通透亮丽，地面的草丛部分呢也更为清楚。再看一下微距样张，很明显啊，苹果的对焦距离更近，华为和三星的对焦距离一致，不过呢三星的画面更亮，在细节方面华为同样表现不错。看完白天样张啊，肯定会有同学说，为什么不拿主打拍照的 P 系列作为对比？那这里我们就拿夜景样张直接来对比一下 P50 Pro。这里开启 AI 均使用夜景模式，在1倍样张当中啊，第一眼看上去 P50 Pro 的色彩更为饱和，但是呢 Mate 50 Pro 的暗处草丛以及远处的灯光都是控制的不错的，暗部呢没有过于死黑，整体的画面呢也更为通透。切换到另一组夜景样张 ，Mate 50这一次第一眼观感确实是不错了，天空部分没有出现明显的噪点，不过放大看细节 ，Mate 50表现就略显一般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组超级月亮吧，那你觉得谁家的月亮最能打动你的心呢？本次呢，在影像系统方面最大的亮点就是配备了10档物理可变光圈，不同于以往的 AI 抠图以及使用2枚镜头去拍摄达到虚化背景计算的效果。那物理光圈啊，可以通过调节6个光圈叶片的开合，去实现 f1.4 到 f4.0 的光圈调节。默认模式下支持4档智能调节，但当我们把相机调节到专业模式，手动去调节光圈大小，你可以看到啊，主摄的光圈叶片的机械变化。此时呢，如果想突出主体虚化背景，那么可以直接手动调整为大光圈，相比较其他的机型，虚化效果更加自然，同时可调节的范围也会更大。
对焦速度测试当中，从画面里你可以看到，不管是从近处向远处对焦，还是从远处切回到近处，整体对焦速度方面，华为的表现是最好的。另一个呢是测光速度的测试场景，从暗处向高亮处快速切换，这次呢华为的表现就相对一般。另外一组大逆光的场景里面，4台机器的表现则是比较接近的。白天录像的表现，4台机器呢都有各自的偏向性。华为的画面整体饱和度和对比度会更高一点，没有出现像 Mate 40 Pro 那样亮部过于发白。而三星这边暗处呢有一些偏蓝，那么你更喜欢谁的画面表现呢？防抖测试当中，4台机器呢均为默认防抖的条件下，你可以看到三星和华为的表现要稍好一些。第二轮这4台机器啊，我们都开启了防抖开关。华为呢会切换成广角端，会使用 1080P 60帧的规格来进行拍摄，但是可以看到录制出来的画面出现了明显的顿挫感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防抖模式下手动切换至和其他机型一致的30帧规格，这个顿挫感呢就会消失。我们推测呢，应该还是测试工程机的原因吧，期待后续优化。可以看到，在开启防抖之后，画面的稳定性有了显著提升。除了昆仑玻璃、可变光圈，这些是我们立刻能感到的硬件升级之外，那本次华为 Mate 50系列呢，还带来了几项全新的功能以及黑科技，比如说首发支持了北斗卫星消息。在我们的实测过程当中啊，关闭 WiFi、拔掉 SIM 卡的情况下，进入畅联就可以看到北斗卫星消息的选项。那这里呢，必须要满足3个条件啊。第一个呢是户外需要救援，发送安全信息；第二个呢是没有网络，没有基站信号。第3个呢是空旷没有遮挡的环境，满足这3个条件的话，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条件了。比如紧急情况下，我们只需要新建消息，选择联系人，并且选择预设的文本以及发送位置，就可以进入到搜索卫星信号的界面。整个操作啊，需要处于完全没有遮挡的环境里。搜索到手机信号之后呢，信息就会被发送，而在接收端会收到发送者的手机号、位置坐标和地图、网址等信息。这样收信方啊就能快速定位你的位置了。目前呢还是在重测期间，每月呢支持30条的免费额度。这里需要注意，这项功能呢目前并不支持自定义文字信息，所以建议你要先看一看这里面一条一条的内容。那如果你日常遇到了手机停机啊，想让别人帮你续交话费，或者是你被困在了电梯、地下车库一些封闭的有遮挡的环境，这时你是无法准确搜索到卫星信号，也就没有办法实现上述的功能了。所以也希望大家平时可以先预习一下这些短信息固定的内容，以便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发送什么样的内容。此外，华为 Mate 50 Pro 呢，在交互方面还新增了超级中转站功能，可以选择文字、图片、文件等等，拖拽暂存到中转站里面。使用的时候啊，只需要从侧边的交互按钮里面拖出，就可以实现快速的调出与发送，大大的提高了使用相同文件在不同应用当中的切换效率。其他的，比如说华为 Mate 50系列呢，还带来了超空间存储压缩技术。简而言之啊，通过压缩重复文件和不常用的 App， 让有限的存储空间呢，尽可能让出更多的存储内容，来达到增加容量的目的。至于鸿蒙 3.0， 我们也进行了20款应用的2轮打开速度测试，一起来看一看鸿蒙 3.0 相较于鸿蒙 2.0 的提升。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？我们打开微信，选择通讯录，点开订阅号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，输入科技美学，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？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。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，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添加到你的桌面。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，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，你都可以向我提问。每天呢，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。
Mate 系列呢，在发布前有爆料传出啊，本次将会搭载骁龙8阵1，当时还是不免让人有一些遗憾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本次华为 Mate 50 Pro 搭载的呢是不久前刚刚发布的骁龙8 Plus 阵1处理器，虽然呢还是4G 版本啊，但是呢它的性能还是让人相当期待的。那么实际表现如何？咱们抓紧看一看主流游戏的测试。最开始呢，想要测试王者荣耀，不过呢，由于这台机器还没有上市，所以在游戏当中并不支持120帧的高帧率模式的适配。那这个环节我们暂时先略过。再来看一下和平精英，在室内温度27到28度，屏幕亮度调整为300尼特，游戏设置为 HDR 高清极限帧率，开启抗锯齿。游戏30分钟之后呢，平均帧率是59.9。测试结束之后，机身正面温度43，机身背面温度43.7，耗电11%。从帧率来看，并没有明显的波动，从头到尾一条直线平稳运行。对比其他的旗舰机型，那这个帧率的波动表现的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温度的表现只能说是一般。最后呢，来看一看目前最知名的跑分软件原神。需要说明的是啊，前段时间呢，由于原神的大版本更新，有一部分机型啊，在玩新版本的时候呢，帧率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。所以呢，之前测试过的对比数据啊，这里是仅供参考吧。在手机默认模式下，手动调节游戏的所有选项为高，在60帧的条件下，游戏30分钟。那最后平均帧率是45.9，使用 PerfDog 监测原神的分辨率呢是1884乘以873。测试结束之后啊，正面温度46，背面温度呢45，耗电12%。从软件帧率图你可以看到，在开局几分钟之后呢，游戏就锁定在了45帧，也就是说，默认模式下，原神游戏的整体表现是比较一般的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再开启性能模式进行第二轮测试。开启性能模式30分钟之后，平均帧率就达到了54.7，当然温度呢也随之升高。手机正面温度47.8，背面呢48.3，耗电14%。虽然帧率是上来了，但是从帧率图上你可以看到，整个游戏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。当然需要说明，我们手里这台机器呢还是暂时没有上市的测试机，所以呢目前的测试数据呢仅供参考，等待后续产品上市，我们购买过来再做零售版的详细测试。充电续航方面，华为 Mate 50 Pro 此次采用的是4700毫安时的电池，充电功率方面呢，仍旧是66瓦有线和50瓦的无线。经过实测啊，有线充电5分钟到17%，30分钟75%，充至显示100%呢，用时44分钟。从零到最后涓流充电结束，一共用时50分钟。再来测试一下无线充电啊，那无线充电5分钟充电6%，30分钟52%，65分钟充至显示100%。这样一个充电速度表现呢，在一众旗舰机型当中呢，算是中规中矩啊，表现一般吧。也让我们更加期待搭载最新鸿蒙 3.0 的 Mate 50 Pro 在续航方面的表现。在经历模拟日常操作的网页浏览、高帧录像、观看视频、高耗能游戏这5个选项各30分钟之后，最终剩余电量呢是47%，在以往测试的机型当中算是一个常规水平。但是呢，此次华为在 Mate 50 Pro 上面加入了应急模式。在手机电量不足、即将自动关机的时候啊，那智能启动聚能泵来满足应急的使用。官方宣称呢，可以在1%的电量下亮码10次或者扫码4次，还有通话12分钟。那我们也来实际测试一下这个应急模式，它究竟能坚持多久？这里可以看到啊，在电量1%的情况下，手机呢会进入低电量应急模式。默认呢是有3个应用，还可以自定义添加和删除应急软件。首先在通话界面进行测试。在应急模式下呢，通话是11分12秒，手机自动关机。如果更加极限一点啊，我们使用移动数据进行微信视频通话，那么2分16秒之后，手机自动关机。那这个黑科技啊，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手机即将没电，还需要完成一些重要的事情啊，比如说扫码或者是通电话。这比单纯的给你30秒低电量提醒啊，或者是切换到普通的省电模式，还是要多一个选择，更人性化一点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，日常还是不要刻意的去觉得这个1%能坚持那么长时间，日常使用呢，还是应该留有一些余量。那如果这项功能淡化在你的脑海里面，那么真的有的一天电量不足，需要紧急使用的时候，会给你一些惊喜。简单总结，华为的 Mate 系列啊，向来就是主打高性能和新技术。
那由于制裁的原因呢，并没有搭载自研的麒麟 5G 芯片，这点确实是遗憾。外观设计方面呢，本次是延续家族的设计风格，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。这样的设计呢，其实还是有点挑背板的材质和颜色的。当然，在屏幕素质上呢，相比较于之前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。那硬件上呢，旗舰机型的 IP68级别的防尘防水都是没有缺失。影像方面呢，取消了和徕卡多年的合作，转而自研 Ximage 影像系统，搭配上全新的10档物理可变光圈实际体验下来呢是可圈可点的，而且未来应该还有很多的上升空间。特别是根据我们过去几年测试的经验，各家零售版的机型在上市1个月左右的时间内通常会推送多个版本的全新固件。而且每一次更新，他们的影像风格调教呢都会有所调整，所以我们后续的测试你也来关注一下吧。北斗消息等几项全新黑科技的加入，使得这款华为的 Mate 50 Pro 呢还是颇有亮点的。但是更多展现出来的呢是华为从底层系统方面的持续发力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这款产品基本情况的一个快速体验了。等待过2天零售版买到之后呢，还会进行更多详细深入的测试，并且会对比各家旗舰机型。你希望看到哪些测试项？欢迎留言，我们下一期为你一并带来。好了，这里是科技美学，我是南岩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